Hello， 大家好，今天要来讨论一些台湾的交通乱象。虽然身为一个从小在台湾这一片土地上面成长的人类，对于这一些道路上的狗屁事情早已见怪不怪，但是每遇到的当下，又总是心中一把火，脾气稍微没有控制住呢，脏话就直接从嘴巴飙了出来，或者是在驾驶车辆的话呢，喇叭就直接给它按下去了。在其他世界上先进的国家，诸如日本、欧洲等，行人或自行车的路权保障、礼让是很基本、深植人心的，甚至也早已体现在了道路的规划设计上面，比如友善的人行道、自行车道，比如车辆要左右转呢，绝对会礼让斑马线上行走的行人，自行车先行通过之后呢，再行进等等。那么台湾呢？身为一个24岁住在淡水河以南的台湾年轻人，拥有机车而没有轿车，应该跟我同龄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吧。当然我知道住在北部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例外，我是在台北念大学的，发现身边也有不少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呢是先有汽车驾照而没有机车驾照的，原因应该是很完整的大众运输服务路网，包含班次密集、服务范围广的捷运、公车还有共享自行车等等，基本上只需要善用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上班上学旅游。又因为道路上的车流量依然极大，所以实在承受不起骑乘机车发生事故的伤害，有能力的话呢还是开轿车比较安全。好，言归正传，这一部影片的视角跟主轴呢，会放在行人的角度、机车骑士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我所经历过的交通乱象。好，那么我先打一个预防针啊，虽然台湾的交通呢还有很多需要更进一步争取改进、富有意义的议题，诸如重机上国道、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取消渐行机车道等等的，但这一些并不是我这个影片要讨论的内容。我只会着重在目前现有的道路环境呢来分享我的所见所闻。影片的风格上呢会走比较诙谐幽默的路线，所以也请大家呢不要太 serious 的去看待。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发泄找同温层取暖的影片，就像台北市长柯文哲说的，人生也不见得每一天都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对吧？那么首先，当我是行人的时候，人行道极为稀有，特别是实体的人行道，就是那一种有垫高、有围栏的那种实体设施去隔离行人脚踏车与道路汽机车的人行道。难得遇到有人行道的路段呢，还是会被违规骑在人行道上面的机车给按喇叭，那就更不用说标线型的人行道了。标线型的人行道在台北比较常见，就是会涂上绿底，然后白字写着人行道，最外围还会涂上红线的那一种人行道，就是连临停也不行。但是因为没有实体的设施去隔离人跟车嘛，所以还是屡见许多汽机车呢在行驶的时候会跨越到人行道的上方，人车争道。那更不用说台北以外了，像我就是住在台中嘛，也有部分的路段呢有设置这种标线型的人行道，但是驾驶人之间 nobody fucking care， 直接停车在上面你奈他何。特别是最近施行的德政，违停不能再举发了嘛。那么骑楼也是，骑楼无法净空，成为店家做生意的地方，成为汽机车停车的场所，行人再度的被赶到马路上跟汽机车、公车争道。好不容易遇到畅通的骑楼，一样竟然也会遇到违规的机车骑在上面按你喇叭。那么走斑马线的时候呢，还需要提防被左右转的车不减速横冲直撞，也很常听到有人说，你知道吗？你要赶快小跑步通过，不然会耽误到车子。这本来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行人的路权呢本来就最应该受到保障，特别又是在行人绿灯直行、行走在斑马线上面的场合。况且《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里面也有续明相关的规定，法规跟相关的新闻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查阅。而之前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影片是分享在台湾的外国人他过斑马线，然后机车啊、轿车很多都不礼让行人，硬要转弯。外国的这个小伙伴啊，也不是塑胶做的，没有在跟你客气，就抱持着一种有本事你来撞我啊的心态，趾高气扬的边生气边往前走，然后让很多的汽机车呢不得不先停下来。那我真的看完了，马上被圈粉。有兴趣的话呢，链接在底下可以点进去看。对于那一些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礼让行人的驾驶人，你就最好不要变老，你家长辈都不要变老，老了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然后日本官方有制作日本人在台安全指引，其中里面的交通事故对策有关步行时的对策篇章呢，有提到第一点，台湾的车辆驾驶人倾向于车辆优先于行人，而不是行人优先于车辆。第二点，走斑马线过马路的时候呢，即便是绿灯，也要时时注意周围的车辆，特别是要小心在行人面前硬要通过的右转车辆。第三点，机车停放在人行道上面，以及机车在人行道上面行驶很常见，所以即使在人行道上面行走，也要注意您前后机车的运行状况。第四点，上下公车或计程车的时候呢，也请确保机车不在车道跟人行道之间行驶。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了。
好，其次，当我是机车骑士的时候，明明现在很多的道路啊，除了最内侧最靠分隔岛的那个县道之外呢，都没有标注禁行机车，却很多时候呢，骑在车道上面呢，还是会被轿车按喇叭。或者是红灯的时候呢，我不想要往前钻到最前面，而跟轿车一样在车道上面鱼贯等候的时候呢，还是会被按喇叭。我回头双手一摊示意，有什么问题吗？那他还是继续吧，没关系啊，你就扒你的啊，反正我没有违规，我就是不想钻车缝，怎么样？有本事你撞上来啊！亦或是放长假的时候，比如说去山区、去阿里山玩遇到塞车啊，你也知道山区的道路都是那一种很窄的双向各一个线道而已嘛。那我也不想钻，左边是双黄线嘛，右边是山壁或者是山谷，那大部分的机车呢就硬要钻，既不遵守交通规则，也险象环生啊。那么我就不想钻，非常有耐心的鱼贯跟着车流走走停停，然后我后面那个轿车估计又沉不住气的，又开始按我喇叭，然后摇下车窗对我喊说：“机车赶快钻去前面啊，会比较快啊！”问题就是我不想钻，怎么样？我就请问你们到底是在扒什么？你知道吗？我尽可能的呼吁各位机车骑士不要再骑在最外侧，因为最外侧要么公车、计程车切入切出，要么汽机车违停，要么行人、自行车因为没有地方走而跑到马路上面来。骑在最外侧的时候呢，甚至每到了路口，还会遇到轿车要给你右转，会遇到所谓的待转区，很多异常靠前或者是不得不告前的机车。所以，请问机车到底为什么要骑在最外侧？而且有时候像刚刚所说的最外侧会有很多的障碍，会迫使你就算想要骑在最外侧呢，也时不时的会靠近内侧。开在你后面的轿车呢，也会很难决定是否要超越你，因为你就是骑在那个车道的边边嘛。外侧净空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骑外侧，但是你一遇到障碍呢，还是会稍微的骑进来。于是乎，我认为直接骑在车道的中间，跟汽车一样就好，这样子来的更加的安全。好啦，以上就是这一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啦，分享了很多我身为行人跟机车骑士的视角。台湾的交通呢，会有这么多的状况，路权意识薄弱，绝对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的。政府呢，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可以改进，比如汽机车不进行总量管制、大众运输不足、停车位不足等等。但是我认为很多时候呢，是可以自己先做好的，礼让行人、自行车以及确实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类的，都可以提升整体的用路环境，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对了，同样日本官方制作的那一个日本人在台安全指引，有关搭乘公车的部分有说到，公车驾驶是偏鲁莽的，有别于日本公车驾驶会等乘客坐定位之后再开车，台湾这一边的公车司机呢，则是旅客一上车就关门启动，所以要马上抓好扶手说的真的是好啊！去过京都坐过他们的公车，真的是相当的舒服。好啦，如果你喜欢以上的内容的话，别忘记帮我点赞，然后按下订阅。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对了，差一点忘了，在骑乘机车的时候，最令我不爽的其中一件事情是，当你好不容易在市区找到了停车位，并且正确的停妥机车之后，你在办完事情回来要牵车的时候，发现到有人把你的机车往旁边移，然后把你旁边车格原本的另一台机车往另一边移，只为了他贪图方便，把他的机车硬塞进两部机车的中间，这真的让我很不爽。因为机车很长，因为这样子的硬塞而被刮伤。What the fuck？ 你觉得市区道路的车格不够，你去向政府反映去向议员、里长反映That is your business。你找不到停车位那是你的问题，不要做这一种自私无法令人原谅的行为。